嗨，大家好！之前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了世界各国的航空母舰，以及中国的2艘航母辽宁舰和山东舰。那么有了航母之后，如何体现其战斗力呢？那就是被称为航母之臂的舰载战斗机了。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世界各国的舰载战斗机，以及中国未来的5代舰载机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上拥有航母的国家本身就屈指可数，而能够在航母上直接滑翔起降的固定翼舰载机，从技术上讲也更为复杂。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日本等，已经拥有了建造航母的技术，只是碍于需求和财力没有建造。但舰载机可不是有钱就能造得出来的。目前拥有建造舰载战斗机完整技术的国家只有4个，分别是美国2型、俄罗斯2型、中国1型和法国1型。在介绍世界各国的舰载机之前，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舰载机比普通的陆基飞机难做。首先，舰载机结构强度要比陆基飞机大得多，加固的机体结构才能经受得住蒸汽弹射或者电磁弹射的强大推力和降落时拦阻索带来的巨大拉力，否则普通陆基飞机直接上舰会有解体的风险。其次，舰载机的工作环境特殊，常年经受海上的盐雾腐蚀，普通没有经过严格的防腐处理的陆基飞机，如果在海上待上1-2个月，轻则趴窝，重则机毁人亡。所以舰载机从设计之初，耐腐蚀能力就一定要考虑进去。最后，航母上空间宝贵，舰载机不可能做的体积过大，有时机翼就要做成折叠，但又不能影响机翼强度，而整体的机体强度加大，重量就会提升，这样就会相应挤压载油和载弹量。所以设计一款舰载机绝不可能像陆基飞机一样天马行空，机体、重量、航程、载弹量等等诸多矛盾点如何取舍而达到完美，成为各国在设计舰载机时的共同课题。好，在简单说完舰载机的特性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世界各国现役的舰载战斗机。首先来到美国，美国现役共2款，一个是 FA-18EF， 另一个就是 F-35C 型。对于 F-35B 和 AV-8B 钥匙战斗机有其垂直起降的特性，与今天介绍的滑翔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类型不同，而且在之前介绍2栖攻击舰时已经介绍过，所以不再多加赘述。先来讲一下 F-35C。F-35C 作为 F-35A 的舰载版本，设计难度更大，服役也最晚。为了要达到在有限的航母甲板上起飞，并确保低速时的安全性，机翼面积比 F-35A 增加了 35%， 为3款中最大。飞机长度 15.5 米，翼展由 A 和 B 的 10.7 米增加到 13.1 米，并可折叠。刚才提到飞机要上舰，机体结构要加固，所以 F-35C 的空重也由 A 的 13.2 吨增加到 15.6 吨，最大起飞重量达到 31.8 吨，速度为 1.6 马赫，作战半径达到1240公里，搭载一具普惠 F-135PW400 涡扇发动机，推重比为 0.75， 单价达到 1.03 亿美金。F-35C 也与 B 一起成为世界唯2的舰载5代战斗机。当然，他们服役的目的自然是取代美国现役的另外一款舰载机 FA-18EF 超级大黄蜂。FA-18E 为单人， FA 双人，1999年服役，用于取代老迈的 F-14 和 A6。超级大黄蜂长度 18.31 米，翼展 13.62 米，空重 14.5 吨，最大起飞重量30吨，作战半径537公里，最大速度与 F-35相同，为 1.6 马赫。超级大黄蜂兼具了 F-14 的战斗机任务和 A6 的对地对舰攻击角色，再加上其衍生机型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此机型也成为美国现役10艘航空母舰舰载机的绝对主力。那么随着2019年2月 F-35C 的服役，是否如美国海军所愿，这些服役了20年的 FA-18EF 将陆续被取代呢？然而并没有。主要原因当然是 F-35C 在作战性能上还没有达到美国海军对第5代舰载机的全部要求。关于 F-35的作战性能，我在之前这期视频中已经吐槽过了。为了满足有强大政府游说能力的海军陆战队要求的垂直起降，又要节约成本，所以就出现了现在的这个一款机型3军通用的 F-35。当然，为了达到此目的，对于飞机尺寸、重量等等指标有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妥协。显然，这些妥协无法令美国海军满意，所以与用了40多年老旧 F-16的美国空军的嗷嗷待哺相比，拥有超级大黄蜂的美国海军对于 F-35C 的热情也就没有那么高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未来。在有了 F-35这个教训之后，美国海军决定不再与其他军种共研战机，尤其是要抛弃那个坑爹货海军陆战队，而是要专门针对自身的需求自行研发新战机，名字都想好了，叫做 FA-XX。目的就是为了取代 FA-18EF 超级大黄蜂，时间定在了2030年。
同样对 F-35失去耐心的还有德国，这个拥有美国海外最多军事基地的北约盟国，近日宣布将陆续采购90架台风战斗机、30架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15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用来替换使用了近40年的狂风，最终放弃了 F-35。当然，弃买的理由给得非常冠冕堂皇，但终其原因还是对这架5代机没有信心。试想，如果美国肯卖 F-22，德国会不买吗？猛禽虽然在西太平洋毫无用武之地，但中欧战场可是为它量身定做的舞台啊！向来做事严谨的德国人是不会对自己本国战机的更新换代随便做出决定的。要知道 ，F-35的采购成本和使用成本并不比德国目前采购的台风战机来得高。好，说完了美国，我们来到法国。法国的舰载战斗机就是阵风战机的舰载版阵风 M 了。该机长度15.27米，翼展10.8米，空重10.6吨，最大起飞重量24.5吨，最大速度高空时可达1.8马赫。由于其最多可挂载5个副油箱，作战半径可达1852公里。阵风战斗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在低速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稳定操作，所以非常适合充当舰载机。这一特点也体现在阵风 M 相对于空军版的阵风完全没有做如 F-35C 一样的扩大翼面之类的修改，就已经能很好满足航母上的起降要求。可见法国人对这款多用途中型战斗机在其设计之初就有了通盘考量。换句话说，其设计也是为了之后可登上戴高乐号航空母舰而量身定制。而由于戴高乐航母采用蒸汽弹射，这样阵风就可以满油满弹起飞。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压抑。我在之前的视频给大家介绍过，当然这一特点也给了很多中国网友对于国产歼20未来可能登舰产生了联想，这个我们稍后再讲。再接下来就是俄罗斯的2款舰载战斗机了，一个是重型苏33，另一个是中型米格 29K。苏33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了，我国现役唯一舰载机歼15飞鲨正是仿制苏33而来。该机1987年首飞，长度21.94米，翼展14.7米，空重18.4吨，最大起飞重量33吨，最大速度2.17马赫。苏33主要部署在俄罗斯唯一的现役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上。由于库号采用滑跃式甲板，故起飞完全需要依赖自身动力，所以不能做到满油满弹。仿制的中国歼15也有相同的情况。歼15所仿制的苏33并非俄罗斯所赐，而是取到乌克兰以报废武器的方式购得了一架苏33的原型机 T-10K， 而后研制改良而来。可见中国首艘航空母舰以及上面的舰载机都与乌克兰这个国家有着颇多渊源。虽然俄罗斯海军目前仍有19架苏33正在服役，但作为80年代中后期的机型已严重老旧，尤其航电设备已成现役舰载机中最落后的，所以目前已经规划由中型舰载机米格 29K 取代。米格 29K 长度17.37米，翼展11.4米，空重13.38吨，最大起飞重量26.5吨，最大速度高空时可达2马赫。米格 29K 首飞时间与苏33差不多，而且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上进行过测试，并与苏33在海军选型上展开过一次正面 PK。但由于当时美国航母拥有重型舰载机 F-14，苏联海军最终定情苏33，成为航母唯一的舰载战斗机。米格 29K 的转机来自于印度。三哥面对毛子又一次诠释了什么叫做凯子。凯子不是乳印，而是三哥这次真的是足够慷慨。就在中国拖着锈迹斑斑的空壳航母瓦良格号回到大连魔改之际，印度心中的航母火焰也被点燃。看着中国如此辛苦，三哥笑道：“你们这么搞，何时能开上航母啊？自己搞不如直接买。”而正在此时，俄罗斯送来了大礼，将退役的基辅级航母戈尔什科夫号直接送给了印度。由于上面的一些武器需要拆卸，你只要出一点点改装费就可以了。三哥一拍大腿，成交！这种好事多亏没让中国人赶上。于是印度愉快地上钩了。这是科尔什科夫号之前的模样，可见要使其成为一艘可以搭载大量舰载机的航空母舰，自然免不了一场大改。所以俄国的工期不断延误，改装费也不断上涨。而为了使之前投入的几亿美金不至于打水漂，印度只得硬着头皮继续砸钱。最终在花费了29亿美元的天价改装费后，印度终于在2013年11月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航母，这就是维克拉马蒂亚号。而瓦良格号经过中国的打磨和升级，于前一年2019年9月25日正式服役，并更名为辽宁号。但印度的慷慨还远没有结束。
只有航母没有舰载机，这航母不就成了靶船了吗？所以向俄罗斯购买配套的舰载机也成为必然。由于重型苏33不适合4万吨级的基辅级航母，所以米格 29K 的生产线才得以重开。印度为此又支付了50亿美金，而俄罗斯也借此重开机会和印度的重金，也筹划将库兹涅佐夫号上的老旧苏33更换为米格 29K。此举并不是因为中型的米格 29K 比重型苏33更适合俄军，而是因为为了一艘航母而重开苏33生产线显然不值得，而战斗民族又实在拉不下脸向中国购买歼15，所以既然印度肯出钱升级米格 29K， 那俄罗斯何乐而不为之呢？好，介绍完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舰载战斗机之后，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中国航母上的舰载机，那就是飞鲨歼15。刚才提到的，本世纪初在俄罗斯的一片质疑声中，乌克兰所拥有的一架苏33原型机 T-10K 终于来到了中国。中国正是以此原型机作为参考，研发了自己的舰载战斗机。但其实这款原型机与实际服役的苏33差别还是很大的，而舰载机的研发难度又远大于一架陆上战斗机，所以摆在601所审飞科工人员面前的难题依旧很多。该机于2009年首飞，2012年在辽宁号上成功进行了着舰和起飞测试，并正式服役于人民解放军海军。长度22.28米，比苏33略长，翼展14.7米，折叠厚7.4米，高度5.9米，空重17.5吨，最大起飞重量33吨，最大速度达2.46马赫，作战半径1270公里。但由于服役于辽宁舰和山东舰上的歼15受滑跃起飞所限，所以无法做到满弹满油作战。所以未来在登上拥有电磁弹射的003号航母之后，歼15这款重型舰载战斗机的全部潜力才会发挥出来。当然，歼15的目的更多的自然是解决有无的问题，以一款相对成熟的战斗机为跳板，就可以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提到中国的下一艘航母，就不得不提到与之匹配的下一代舰载战斗机了。当然，它将是一款具备隐身功能的第5代战斗机。随着世界第一款5代舰载机 F-35C 的服役，以及 F-35B 将航母的使用门槛大大降低，随便一个小平顶就可以使用。未来中国周边海域争夺制空权的唯一对手就是 F-35，所以存在代差的歼15完全不能满足中国海军的要求。下一代舰载战斗机的研发也被早早提上了日程。自那时起，网上就伴随出现了2种针锋相对的争论，一个就是中国唯一服役的5代机歼20改装上舰，另一个就是拥有歼15研发经验的沈飞所研制的 FC31。注意，很多人会将其称为歼31，但实际上这些都只是网友的 YY 而已。只有正式列装解放军的机型才能被冠以歼字头。即便 FC31有幸能够服役，最终是否叫做歼31也还是个未知数。首先来看歼20改装派，网上有很多歼20改装版歼20H 最终会登舰的拥趸，当然是基于歼20这款重型战机在5代机中的优良表现。如果真能登舰， F-35将不是对手。该派别的资深军迷也对歼20无法登舰的说法予以了逐条反驳，其中被质疑最多的当然就是歼20这款重型5代机太大太重，不适合上舰。这也许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认为歼20的空重接近20吨，自然比17.5吨的歼15尺寸更大。其实并非如此，歼20的长度、翼展和高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歼20都比歼15来得小，所以单从大小就判断歼20无法登舰，显然站不住脚。最主要的还是歼20是否从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其登舰的可能，并为其预留了可改装的余地。我们知道，像 F-35和法国阵风从立项开始就是为了考虑一机多用来设计的。F-35C 为了登舰还扩大了其翼面积，而阵风 M 更是同等尺寸直接登舰，并不是任何飞机随便一改就能做成舰载机的，更何况隐身5代机这种高精尖装备。所以关于歼20能否登舰，就要回过头来问一下成飞的总设计师当初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其次就是沈飞的 FC31，绰号胡鹰的 FC31 2012年首飞，比歼20晚了1年。更重要的，它还是沈飞自成立以来第一款自主研制的战机。所以随着歼20已成功列装中国空军部队， FC31的成功与否着实关乎老大哥沈飞的门面。但既然是第一次， FC31自诞生之日起就问题多多，从胡鹰 1.0 版到 2.0 版的外形改动之大就看得出来，沈飞还在自主研发5代机的道路上摸着石头过河。
FC31机长17.3米，翼展11.5米，最大起飞重量28吨，最大速度1.8马赫，作战半径1250公里。如今距离 FC31首飞已经过去了8年，仍然还在不停的改进之中。它的命运为何如此坎坷呢？2012年沈飞的 FC31首飞成功，这个搭载俄制 RD93 发动机、冒着滚滚黑烟的 1.0 版验证机，显然无法令人满意。在缺少了中国空军的青睐之下 ，FC31一度走起了外销的路子来。但中东土豪的钱还真的不好赚。有了5代机 F35可以选择，性能不敌的 FC31只会沦为讨价还价的砝码。但如果 FC31性能可以匹敌 F35，也会因为技术保密而限制其出口，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在经过一番折腾之后 ，FC31的外销之路也被堵死了。因此，如果此项目不想如歼9、歼12、歼13一样被砍，转型就成为必然。2016年 FC31 2.0 首飞成功，相比 1.0 这个版本外形变化很大，对机翼垂尾进行了切角处理，增强了隐身性能。机身长度由 16.8 米变成 17.3 米，最大起飞重量从25吨增加到了28吨。而到了近日，又曝光了更多胡鹰 3.0 的照片。从图片中可见，已换装银灰色涂层，机头空速管已被移除。看来验证机阶段已经结束，并过渡到原型机，定型也接近完成。至于该原型机是否已经换装了推力更大的涡扇19发动机，但从图片来看还无法确定。另外，我们知道，作为一款舰载机，除了夺取空优之外，对海的攻击能力也是必要的，所以就需要装备更大直径的雷达。从 3.0 的图片可见，机首直径变得更大，明显加装了对海探测能力更强、尺寸更大的机载雷达。而且 3.0 的整个机身也比之前扩大了不少，看起来由中型向重型做放大，最大起飞重量能否突破30吨大关等更多细节披露出来，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分析。至于到底是歼 20H 还是 FC31能够最终登舰，事实上从去年12月中国航空工业官方微博发布的一张图片已经看出端倪。这个过于先进而不宜公开的未来舰载机，怎么看怎么都像是胡鹰。而在刚刚过去的6月3日，在解放军海军2020年招飞视频中，一个细节更加耐人寻味，画面中出现了一张舰载机的卡通图像。图片中这款舰载机是不是又跟 FC31颇为相似呢？所以看起来在几经波折之后，胡鹰的转型似乎有了成效。那么 FC31能否最终登舰，而601所能否摘掉沈霍一的帽子，结果会是如何？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世界各国最优秀的舰载战斗机。毫无疑问，美国最富经验，也走在了最前面。而中国未来登上航母的5代机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在其正式服役之前，势必要与航母进行多轮测试。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即将会与大家见面，我们一起耐心等待吧。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要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